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衣柜里堆了一大堆的衣服，但是有时候呢，还是觉得没有衣服穿。化妆台上呢，堆了一堆的化妆品、保养品，但是有时候自己的皮肤呢，还是干干的，没有精神。我以前也是这样，花了不少的冤枉钱，但后来慢慢的调整了自己的购物习惯。省钱并不代表将就，而是学会聪明的为生活加分。但50岁以后呢，活得更有质感，也更自在。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，在2025年我不会再买的东西，他们教会了我什么？不是因为变节省了，而是因为我变聪明了。希望能让你少走一点冤枉路。首先第一个我不会买的就是那些便宜好看，但是又不实穿的衣服，穿了几次了就会变形，就不能再穿了。现在呢，我反而会投资真正可以穿得久的基本款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包括甚至现在还在慢慢的想努力改变这个不好的冲动买的习惯。比如说看到有些商家开始有特卖啦，或者是买满多少啊会有赠送的一些礼品啊，当时呢觉得好像你赚到了，你买到了，其实是很浪费的。现在呢我宁可少买，但是每一件呢都会穿着合身舒服，并且呢材质要好，可以穿上个好几年。就好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亚麻衬衫啊，虽然它也是很基本款，但是呢它不会退流行。虽然像这些亚麻的衬衫洗了以后需要烫，但是呢它不会变形，质地呢看上去也不是很廉价。这样质地的亚麻衬衫它可以陪你很多年，而且怎么搭配都会很好看，利用率也很高。这件衬衫呢也是 Uniqlo 的亚麻衬衫，买了很多年了，一直穿到现在，它也不会变形。当然你在洗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能用热水或者是用烘干机，这样要晾干。包括还有我在 Uniqlo 买的这些T 恤，所以像这一类的棉质的基本款就可以买稍微好一点，不要去贪便宜。有些地方它的面料很薄，虽然是全棉的，但是面料没有像 Uniqlo 这个 T 恤那么厚，材质那么厚。还有就是注意它的领口的裁剪，像这样领口的裁剪它是双层的，所以它不会变形。有些 T 恤的领口裁剪是一层的，它为了简约省钱，洗了几次它就领口就变形，会松垮垮的，就不好看了。所以有时候商店大促销或者是20块钱买3件，你觉得好像当时你觉得哎呀花样多，可以买个3件不同颜色的替换穿，但是呢穿了1-2次你就变形缩水了，就不能再穿了。不像这一类的衣服，它质地好，它可以穿很多年。所以衣服呢并不是看它的单价，就是看你穿它的次数会不会很多。平均下来你每次都穿它的话，那它就是很便宜很省钱。反而你便宜买回来的衣服，虽然单价很便宜，但是你穿了1-2次2-3次就不能穿了，这样花下去的钱呢反而是浪费。第二个我不会再乱买的就是不会再乱买一些化妆品，反而呢会专注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品。以前呢只要一逛美妆店，一看到新的色号啊限量版啊，就忍不住想试，结果呢抽屉一打开，里边全是不同颜色的口红啊、胭脂啊、眼影啊，真的用到它们的机会确实不多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平时化妆用的都是一些基础的颜色，不会用一些特别浓的颜色，所以用来用去呢也就是这几款颜色。但是说真的，我就算每天化妆，每天也只能用1支，但是我用来用去也就是几支我自己平时最喜欢的颜色。包括眼影也是，平时日常妆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颜色，大地色啊、玫瑰色啊、粉红色之类的，这些用的比较多。反而呢有时候你去买的那些限量版，它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，有一些 bling bling 的颜色，平时用的确实是比较少。那时间一久呢，这些彩妆就过期了，这样不就很浪费吗？现在的我呢反而把预算花在真正对肌肤有帮助的保养品上。但我也不只是看品牌和广告，我还要看它的成分，挑选适合我自己这个年龄段的，是针对我自己真正皮肤的问题有效的这些产品。像我就会特别注意到护肤品里面有没有烟酰胺，有没有 vitamin C， 有没有玻尿酸，有没有胜肽等等，这些对我来说有抗老保湿的成分，还有是尽量不含酒精的温和的配方等等，我会注重在这一方面。其实我现在的护肤呢也是开始慢慢的简单化，不需要很多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要清洁肌肤，
保湿，还有呢就是防晒，这3样呢是我最看重的。想一想，如果你的肌肤保养好了，你就不需要大量的彩妆产品来补妆、来遮盖、来叠加，这样让你看上去妆感厚重，也更加显老。第3个我不会再买的类型呢，就是不会再买季节性的流行的东西，我会更注重自己的穿衣风格，真正适合自己的、耐看的才是最美的。有没有人跟我以前一样，每到换季的季节呢，就被那些这个季节流行什么颜色，这个季节流行什么款式所吸引呢？比如说今年会流行嫩黄色、蓝色、粉红色，或者是到了下一个季节又流行什么鸡皮的外套啊，萝卜裤啊，或者是毛茸茸的包啊等等，我真的也买过，我也跟过风。在当时呢，就觉得好像不买就跟不上时代的流行，但实际上呢，真正的穿过的或者是用上的也只不过2-3次而已，因为确实不是很适合自己。我记得特别是有一年很清楚，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冬天吧，特别流行的那种 UGG 的那个厚底鞋，所以网上的博主都在推荐这一类的厚底鞋。其实我自己觉得可能这一类的鞋子还是比较适合年轻一点的朋友，或者是本身的穿衣打扮就比较潮流的那种人，比较适合那一类的装扮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自己本人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类的鞋子，千万不要怪我，但是对我自己本人来说，这一类的鞋子真的很难搭配我衣柜里的衣服，我不知道怎么搭，因为这一类的鞋子好像就跟运动裤啊这一类比较搭，我想象不到可以和正规的牛仔裤或者西装裤或者是裙子搭在一起，真的是我自己觉得不怎么好看。但是如果是年轻的女孩子或者穿得很潮流的那些朋友，这样的鞋子呢，如果搭上一条宽松的潮一点的裤子，这样的鞋子呢可能就会比较适合那个年龄段的朋友，但是对于我这个5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我就觉得不太适合了。虽然当时我还是有点冲动想买，但是想来想去还是不适合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不会买一些只是当季流行的衣服，反而呢会投资一些比较适合我自己个性或者是我穿衣风格的衣服。最主要呢还是要质感要好，剪裁要好，穿上去舒服又有自信的单品。而且这一类的衣服呢，就算穿上个5年10年都不会过时，因为它代表的是我自己，而不是那个赶流行的谁谁谁。其实你不需要每一季都要重塑自己，你需要的是一个可以陪你走好几年的适合你自己的风格。第4个我不会再买的就是咖啡杯。以前只要每次出去旅游，我几乎呢去每一个地方我都会买一个留作纪念的杯子，时间久了呢，杯子就越来越多，没有地方放，又不会经常的去用它，柜子里全都是。本来觉得以为买回来自己会用想一想每天早上喝杯咖啡，用上当时出去旅游的某个景点买的杯子，我回来做纪念。其实说真的，每天早上用喝咖啡的杯子也就是这几个杯子，柜子里的杯子已经越来越多，放不下了，甚至我有时候放得太满，不小心给我儿子也打烂了几次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只留几个我平时喜欢用的杯子，还有呢就是有纪念意义的杯子，我老公买给我的杯子我会用。反正早上起来喝咖啡的时候呢也很轻松，不会被一堆呢应该要用但是没有用的东西所烦恼。其实重点呢并不是说家里有几个漂亮的杯子，而是每天用的那几个是不是总是让你心情很好。第5个我不会再买的东西就是季节性的装饰品，反而呢我会用心的营造气氛，不一定是要靠一堆东西来点缀。我以前超爱过节，一到圣诞节、感恩节，在北美这个地区它就会出来很多这些很好看的装饰品，很有节日的气氛。一到店里一逛，就有一种冲动，就想把这些装饰品买回家，把家里装饰的热热闹闹的。或者是今年的圣诞树要不要换新的呀？万圣节快到了，是不是需要在门口换一个新的挂饰啊，
或者是感恩节到了，餐桌上是不是需要再添加一些南瓜的元素啊，等等这些。结果呢，就是一堆的装饰品放在我们家的地下室里边，越来越多，收纳箱也越来越多，东西也越来越满，而且每年到了换季的季节呢，需要拿出来装饰，然后换到另外一个季节呢，又要把当季的收下来，确实也很烦也很累，放的时间也不是很长，最多放个1-2个星期，这样就要拿掉了。其实过年过节最主要还是希望热热闹闹的大家聚在一起，所以现在呢，我就明白，其实过节并不是要把家里装饰的像百货公司里边橱窗里的那样，而是和家人一起过得开开心心，有回忆。我现在呢，会把预算和心力放在一桌热乎乎的大家都喜欢吃的晚餐，挑几首喜欢的音乐，还有就是点上几支有味道的蜡烛，这样气氛就起来了，但又没有堆满整屋子的装饰。这样你会发现，当我们停止买来过节，而是用心过节，生活反而更轻盈更有味道。以上这些呢，就是我在2025年不会再买的这些东西。其实省的不是钱，是焦虑，是压力。如果你现在也在学习过简单有质感的生活，欢迎在下面的留言框里和我留言分享你不再会买的清单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做个成熟版的断舍离挑战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有启发的话，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